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带你们看一部克苏鲁风味十足的西班牙小众电影《异魔禁区》。影片一开始，在深蓝的潋滟水光中，屏幕上显示几个大字：洛夫克拉夫特与大滚。大滚在原著中是有着人猿和鱼蛙特征的两栖物种，它属于克苏鲁神话中的一员，居住在深海的巢穴，与母神海德拉共同为深潜者的统领。男主保罗第一次接触到这方面的信息，还是在他惊悚恐怖的梦里。他穿着潜水服，带着手电潜入海底，看到一只类似眼睛的符号横沉在海床上。抱着一探究竟的心理，保罗从眼洞往里深入，只见周围全是墙壁，墙上凸起复杂的雕像。在他伸手触摸时，奇迹发生了，灰色的石块竟变成了金子。接着，一个灵动的美人鱼在他眼前出现，看着对方笑意盈盈送上门，保罗也想来一场深海运动，岂料美人鱼却朝他露出利牙，保罗瞬间从噩梦中醒来。吃下止痛药的他仍旧惊魂未定，女友芭芭拉上前安慰，问他是不是又做了那个噩梦。原来保罗不止一次做了相同的梦，他不清楚原因，可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正好他的公司有岳父投资，正是大赚特赚的时候，和梦里的点石成金对应上了。趁着公司赚钱，他们相约来西班牙游海，但保罗对游海没什么兴趣，他本身是个工作狂，刚醒就打开电脑盯股票。女友只想玩个爽快，不顾电脑里有公司文件，一把夺过电脑扔进海里。岳父岳母在甲板上晒日光浴，三两句调解小两口矛盾。这时他们听到远处海滨小镇传来诡异的歌声，估计是在举行宗教仪式，众人都没放在心上。岳母去船舱涂乳霜，岳父看到天空飘着积云，暴风雨要来临了，赶紧拉锚起航，以防撞上礁石。疾风眨眼袭来，甲板上的红酒像血液流淌，预示着结局并不会好转。果然，船撞上了礁石，岳母的腿被卡在石头和损坏的船体之间，无论如何也拉扯不出来。保罗想用无线电求救，不出意外，无线电坏了，他只能朝小镇方向发信号弹，结果信号弹石沉大海。用望远镜寻觅小镇人影，却发现港口没有人出没，眼下只能开救生艇到镇上求救。岳父留下来照顾妻子，让女儿和保罗去找帮手。然而危险就在船底。原著中出现过礁石，叫恶魔礁，它绝大部分本体藏在水下，是两栖物种深潜者的巢穴。岳母受伤的腿开始流血，血液流进海底，融入一团乌黑烂泥，夫妻俩自然被盯上了。妻子觉察水里有东西，丈夫拿手电筒往下照，没看到异物，倒是水面沸腾不止。听见妻子哀嚎痛喊，他赶紧用手枪射击，后来他们便出了事。保罗那边正发动救生艇，行驶一段后，救生艇就被戳了一个洞，估计是撞上了岩石，海水顺着洞口往里渗。女友慌里慌张堵缺口，听到后方传来一声枪响，想调转方向回去看看，但漏水问题不解决，他们掉头就会在中途沉入海底，还不如孤注一掷上岸。两人一合计，扔掉报废马达，用船桨划向小镇，终于在暴雨落下时抵达港口。但是附近空无一人，他们深入巷子里，这里到处都充满了诡异的气息，家家户户门窗封死，有些门窗还被木头钉死了。女友根据诡异歌声找到镇上教堂，保罗到门口被吓个半死，教堂头顶符号和他梦中看到的相差无几，下面一行字母意为大滚密教。女友率先上去拍门，歌声随之戛然而止，门没锁，一推就开。然而进去后没发现半个人，祷告椅上空空如也，最前方摆放着金属打造的不知名器具。正当两人面露疑惑时，旁边走出一个略懂英文的神父，得知他们的处境，赶紧跟人去渡口看情况，还安排2个水手帮忙捞人，但得留下1人去报警。保罗思考再三，让女友留下，他跟随水手返回游艇。刚上渔船，手掌就被金钩穿破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女友在渔船开走后拿出小灵通，恐怖片默认规则没有信号。神父说附近的旅馆有电话，好心给女友指路，同时也看到神父手指间的蹼。女友不由心神一震，这到底是人还是鱼呢？他赶紧去小镇找旅馆，路上遇到零星出来工作的人，行动诡异，像犯了病。
好在旅馆近在眼前，冲进去就跟柜台服务员说要求，还顺手点根烟冷静一下。服务员一张死鱼脸，对他的话无动于衷，反倒和随后到来的神父绑了女友。这时保罗刚抵达游艇，发现岳父岳母都不知所踪了。岳母那件沾血的浴袍被丢在水里，他一时搞不清楚状况。回到小镇，神父在港口迎接他，骗保罗说你女友去外面找警察了，让你去旅馆等他，1小时后见。傻乎乎的保罗信了，按照指示找了旅馆，还是那个眼睛都不眨的服务员。保罗不会说西文，交流很困难，但在柜台看见女友随身携带了打火机，只能手舞足蹈要间房休息。服务员转身拿钥匙，但露出脖子上类似鱼鳃的伤口，保罗吓得直打鼓，着急忙慌地去房间。爬楼梯时听到2栖动物的低吼，他不敢细究背后关联。没想到房里也很糟糕，不通电，没暖气，床和沙发都发霉了，只有浴室的电灯还亮着，但里面更加脏乱臭，恶心的人想吐。保罗精疲力竭坐在沙发休息，愣神之际，有个人影飘过，穿着和女友相同的衣服。他以为女友回来了，但等对方转过脸，眼前人却是梦中的美人鱼，还朝他吐出几条章鱼脚，以至于保罗猛然惊醒。他听见楼下有嘈杂的议论声，从窗台往外看，便见旅馆前站满了镇民。这些人长相似人非人，行为动作都很怪异，他们伸出手指向他，好似在说目标在那里。保罗想锁门避难，岂料正门插销不见了，只能将厕所门的插销卸下来安上。当镇民一间房一间房找过来，保罗险险将插销装上，他准备跳窗逃走，无奈这间屋距离地面3层楼，跳下去不死也残，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隔壁房间。保罗撞开隔壁的浴室房门，进去后用衣柜抵住门，自己再用身体挡住另一个，实在挡不了，连忙跳窗，刚好窗外是整片玻璃屋顶，他经过缓冲摔在地面，只有一只脚扭伤了。保罗不敢多做停留，正打算偷偷离开，外面却有一辆车靠近，接着大批镇民朝这边走，他只能找地方躲起来，周围到处挂着猪皮，可以遮挡身形。然而当一束闪电划过，保罗顿觉毛骨悚然，这里除了猪皮，还有一张张晒干的人皮，而他那位岳父大人就在身后，已经被扒成一张鲜血淋漓的皮了。保罗惊恐地叫出声，声音引来附近搜寻的镇民，他连忙抄起油桶，用打火机点燃。镇民慌张拯救献祭的宝贝，也不来追保罗了，他趁机混入人群离开。没想到拐角遇到个醉汉，还以为对方和其他人是一伙的，拿出小刀以性命要挟。待醉汉躲进坍塌的墙窟窿时，他们前方有个双膝无法行走的人路过，其实是人类进化深潜者的某个状态。醉汉表示他是个好人，和其他诡异镇民不一样。于是保罗从醉汉口中了解了小镇过往，当年这里还是共济会的地盘，人们打鱼为生，信仰基督。醉汉是穷渔夫家的孩子，由于捕不到鱼，生活过得很艰难，只能每天在教堂跟上帝祈祷。然而上帝迟迟没有回应，在众人心灰意冷时，一个叫甘巴洛的船长出现了。他曾在航海中发现金子，他说他知道能回应的神不仅会带来鱼，还会带来金子。为了取信岛上渔民，甘巴洛深夜在恶魔礁展开召唤仪式，他朝海水中扔进怪异金属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呼唤海底之神。整个岛上的人都听到了。第二天，岛民满载而归，还在海中捡到了金子。他们不再信仰基督，砸烂了上帝圣母像，杀死了年迈的牧师，转而创立大滚密教。但大滚日渐变得贪婪，不再满足于普通祭品，他要鲜活的生命，他要人类与自己的族群繁衍后代。醉汉因为装疯卖傻才没被同化。说完原委，保罗还是不信，认为醉汉是个真疯子，但他急需离开小岛，只能商量着来，能不能给我搞辆车。岛上只有甘巴洛的孙子西维有车，两人连忙去他家附近蹲点。西维一身黑衣，将自己裹得严实，在他人的护送下回家。保罗有些不理解，镇民到底怎么了？醉汉给他解释，他们在变异，想入海生活，只有彻底变身成鱼类怪物才能下海。西维已经可以下海了，但他选择留在岸上，接过父辈的责任。保罗仍旧没搞明白原因，他没多少时间了。醉汉帮他引开看守，保罗随即钻进车内，可惜他没有车钥匙，弄出的响动引来看守注意，只能一溜烟跑进西维别墅。
没想到误打误撞闯入一个女孩房内，正是梦中那位美人鱼。美人鱼名叫乌西亚，她说自己一直在等保罗，还帮忙支开了过来询问的西维。两个梦友线下见面，自然要来一段不可描述。可是就在保罗情迷时，竟然摸到了乌西亚的腹部竟然长满了吸动的腮片，慌张掀开床被，便见乌西亚两条晃动的章鱼腿。保罗吓得连忙奔出别墅，在门口和守卫狭路相逢。守卫还在变身期间，身体的不适让他战斗力削弱，这让保罗得以轻松拿到钥匙发动汽车。但其他人听到声音赶来了，乌西亚还在楼上恳求他留下，即便保罗开车莽莽冲，还是因为寡不敌众被追上。他险中求生，弃车而逃，躲进附近的一间居民房。房内的地板上全是水，有只青蛙跳到他腿上叫，殊不知这正是怪物们交流的语言。一个小男孩发现了保罗，大声嚷嚷喊来自己的父亲。他父亲的四肢已经软化，从水里探出头，抬着章鱼手教训保罗，结果被保罗用马桶盖砸晕。随后更多怪人发现了他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可是这次他却慌不择路，从正门逃走，直接被渔网捕获。郑明将他和芭芭拉关在一起，同时被囚的还有醉汉和岳母。岳母的双腿自关节被砍断，但没有流血过多死亡。她坐在角落呜咽哭泣，诉说自己的悲惨经历。原来丈夫被剥皮杀害后，她被怪人带到了海底，成为献祭给大衮的祭品。大衮和她交配，要她繁衍后代。女友安慰母亲，那都是幻觉。可是看着母亲憔悴的模样，还有醉汉在旁边絮絮叨叨，女友开始害怕，担心自己也会被如此对待，于是求保罗届时送她一程。这时神父带着屠夫赶来，在他们打开囚笼瞬间，保罗猝不及防冲出去，接着其他3人也加入战斗。然而敌方人数太多，他们再次被抓住了。在神父抓住岳母的头，高喊他要为大衮效忠后，岳母终于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，他拿起刀刺进自己的肚子，死在了暴风雨降临的夜晚。悲惨事故没有让神父停手，女友被单独带走，保罗和醉汉被带到屠宰间，他俩像耶稣上十字架一样被绑住。但是在即将到来的剥皮命运面前，两人没有妥协认怂，口中不断念诵祷告语，宣告自己对上帝的忠诚信仰。醉汉终于不再疯癫，他如同真正的男子汉死去。在临到保罗时，乌西亚突然出现，大喊刀下留人。原来她是女祭司，想留着保罗一起共赴巫山。保罗让他营救女友，但被拒绝了，因为女友要和大衮生小孩，他们的孩子将拥有深海血脉，获得永生。保罗这才认识到自己没得选择，眼睛不自觉流下泪水。不过他不愿束手就擒，被解开镣铐后，保罗的小宇宙瞬间爆发，手持双刀，一刀一个小怪物，随后拿上汽油朝教堂奔去。他根据诡异歌声摸到举行祭祀的地下隧道，举着女友的打火机艰难前行。此刻乌西亚穿着祭司服装，用利刃在女友身上画符号，伴随着一声叠归一声的咿呀吼叫，女友的身体被铁链悬空挂住。接着乌西亚朝水里扔召唤金属，只见水面翻滚沸腾。但就在郑明松开铁链，想让女友没入水中时，保罗带着油桶赶到，熊熊焰火吞噬了在场郑明，现场一片混乱。保罗连忙将女友从水里拉上来，然而满身污泥的女友却眼神呆滞，央求保罗杀了她。这时一只庞然大物冲出水面，顷刻间卷走了女友，只剩2只断臂悬挂在链子上，那东西正是传闻中的大衮。保罗被赶来的郑明拳打脚踢，差点葬送在西维棍下。不过西维曾经梦见过保罗，他其实是保罗的父亲。当年西维经常买卖女人，和其中一个女人结婚生子，但对方在诞下保罗后带孩子离开。西维原以为这一生父子俩都不能相见，岂料命运将保罗带到了这里。而乌西亚和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他们都是大衮的孩子，也是命中注定的爱人。望着西维恐怖的大脑，保罗无法接受现实，他将汽油当头淋下，焚烧了自己的身体。危急关头，乌西亚奋不顾身扑上去，和保罗一起坠入大海。大海中的他已经面目全非，却并不觉得呼吸困难和痛苦。他的腹部长出和乌西亚一样的腮片，
看着身边游动的美丽半鱼人，保罗还是接受了命运，跟着乌西亚快乐地游向海底，游进好似眼睛的深潜者的巢穴。一魔禁区的故事到此结束啦。原著中的我虽然逃离了印斯茅斯，但他最后也接受了命运，认为可以永远地活在奇迹和荣光之中。所以本片很大程度还原了原著内容，还设置了一个小伏笔。保罗从出场开始就有胃痛，直到结尾点明胃痛来源，他的身体正在向深潜者变异，所以会有不同于人类的不适感。其实印斯茅斯的阴霾是第一人称叙事，将它改编成电影难度很大，至少原著中很多观感都来自主角的个人感受，读者需要发挥想象力和代入感，根据文字在脑海构造出印斯茅斯的恐怖。电影将故事从18、19世纪搬到现代，还换个视角呈现给观众，不仅麻烦，工作量也多。好在导演没怎么摆烂，作为恐怖片，它的评分还算不错。作为克苏鲁电影也有出彩的地方，但更多人追这部剧想必都是奔着乌西亚颜值去的。不得不说，导演的选角很有眼光。好了，我的解说到这里也结束了，后续我还会解说类似的影片，想看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。